这尊佛像每天流出红色的汗，额头上不停渗出红色的不明液体。仔细一看，大妈却差点吓死，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。这血呢，摸起来黏糊糊的，闻起来却什么味道都没有。佛像是别人送她的，刚开始呢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，大妈也没有多想，顺手就给她洗掉了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佛像全身上下都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大妈这下慌了神，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。大家决定再次给它清洗干净，一盆清水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放在太阳下用摄像机对着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红色液体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渗了出来。这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，用榔头一敲，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雕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。接着呢，大家找到了木雕师傅，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逼了，说从来没见过会流汗的雕像，感觉呢这更像是一种诅咒。这下大妈更慌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，渗出的粘稠液体呢其实是树脂。但现在还有个问题，一般情况下树脂的气味都很浓，但这个佛像为啥没有任何味道呢？专家进一步检测，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这个树脂中含有易挥发的元素，把原本的树脂气味带走了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这佛像是用一整块松树树脂做成的，而且呢里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脂。听到这里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开始对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，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，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，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只好呢去物业咨询，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，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，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，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，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洞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第2天就多出来好几个，有大有小，形状各异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蟑螂，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，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洞，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？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，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，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。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，主人现在很害怕，找来节目组，节目组猜测呢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，但孩子说不是自己，现在谁还玩玩具啊，都是看手机。想想也是，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。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，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，还有很多墙纸碎片。主人还说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有时咯吱咯吱的，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，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？主人听到这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，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。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，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，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没办法了，必须要请专家了。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，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，还发现了一坨便便。专家仔细观察后说，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，但他们住在7楼，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？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，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出来，所以才会打洞。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，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。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？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，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，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，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。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，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，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，在海边一座孤零零
的房子里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。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，看着非常诡异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，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。工作人员才不信，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灯就亮了。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，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纹。抬头一看更夸张，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。不仅如此，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。这时主人出现了，不是海王，而是一位老奶奶。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，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？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，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，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。但每隔一段时间，胶带就会失去光泽，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，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，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打开橱子，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？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以至于不能出门。为了锻炼身体，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，顺便呢锻炼身体。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。但是要论迷惑行为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。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，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。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。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。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，磨的那叫一个响。嘴角还不停抽搐，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，只能喝汤。妻子因为受不了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，没想到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。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，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。经过医生的努力，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为了保命，每天要把口香糖粘在墙上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。大冬天也开着22台风扇，问他为什么这样做。他说家里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间的缝隙。说着就掀开了地板，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，用针头往他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。他会用口香糖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。看起来呢，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邻居们都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认为这明显是冲他来的。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他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。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他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就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，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睡得很香。大妈担心大家走了之后，毒气又会重新袭来。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经过大家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说这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，而且之前和别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有人要害她。经过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，最后把风扇都去掉了。现在的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生活了，省流。大妈得了妄想症。